我叫做李永达，然后我是宝藏岩第4季的驻村艺术家，我是一个写作者。我的写作工作大部分都在报纸上发表专栏的文章，然后一直以来都是写散文的人。但是到了宝藏岩之后，我开始发现这里有虚构的可能性，所以我开始在这里尝试写小说，用这边实际的场景去写虚构的故事。虚构故事其实是我坐在宝藏岩的各个角落、各个地点，看到很多像通灵一样的故事，然后有鬼魅一般的女子，或者是恋人在楼梯上互相的对话，这些东西都出现在我的故事里面。我去搬石头这件事情，其实是因为我看到宝藏岩这个地方，因为他们的房子其实很久以前都是自己去河边搬石头回来的。那这件事情我觉得蛮重要的，就是自己用手，然后打造起自己的房子。可是自从这个地方被市政府收回去之后，变成文化局在经营的东西，就没有办法再自己搬石头盖房子了。那我其实觉得这个东西对宝藏岩来说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我就打算做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就自己去搬石头，然后写了一个假的故事，用假的故事来向这个地方致敬。然后读到的人其实还蛮多的，大家对石头的这个形式还蛮感兴趣，所以大人啊、小孩啊，这些人都会来这里翻这个石头。那我有收到有人把信，他要告诉我的信，把他的心得压在石头底下，那这还蛮感人的。他就告诉我说，他在信里面写了他自己的故事，然后告诉我说，读到这些故事，他觉得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单薄。那我觉得就是他好像了解了我，然后我也有接触到他，可是我们其实不知道彼此是谁，这个我还蛮感动的。墙壁上这个是100个问题，我叫它做100问。这是开放工作室之前的2-3天。我忽然自己进入了一个很糟糕的状态，因为写小说、写虚构的东西，其实是一直在让自我的意识变形，那变到一个程度有点收不回来。于是我就想要透过问自己问题，然后自己去回答这些问题，来重新的安定自己是谁这件事情。所以我就不断的问，然后每问一个问题，其实这每个问题都对应到的我的一个朋友，我认识的人，然后我跟他们的关系。那我把这些问题问完之后，我再用手写，把它抄在很大张的纸上，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就是慢慢的精神平静下来。那我想，对这个东西其实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。那到了开放工作室那一天，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有贴了蛮多便利贴的，有大人来回答问题，有小孩来回答问题，也有很难过的问题。当我问说你感到最绝望的时候是什么场合，然后有一个人回答说在床上，然后忧郁症起不了床。但也有人很温暖的回答了一个问题是，他现在最不想失去的东西是什么？然后他回答是他的孩子。那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很真诚。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是你是谁？然后我看到是一个小学生回答的，他说我是人。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哲学的。当你回答说我是谁，我是人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到说，对啊，我们要怎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，然后可以很单纯的告诉人家说我是人。这件事情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得到这样的答案，可是一个小学生就告诉我我是人，那我觉得还蛮温暖的。